新冠疫情以后，回国的路终于慢慢顺畅起来了。暑假一到，很多家庭要么已经在国内，要么正在回国的路上。好几年没回去，孩子都没有机会完全沉浸在中文的语境里。这一下袭来的大转变，我们该如何帮孩子适应这个全中文的语言环境，以及如何好好利用这个回国的旅程，提高孩子的中文水平呢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跟你一起探讨在海外培养孩子中文那些事的 Miss Yugi。 我上一次回国是2019年的夏天，我和丈夫带着4岁半和不到1岁的2个儿子回国住了1个多月。如果当时知道会有一个叫新冠病毒的东西，让我4、5年回不了家，我将如何度过那1个半月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记得分开的时候，我跟家人说，时间很快过的，我过2年就回来了。结果4年后的这个暑假，我确实动了回国的心思，看到机票的价钱，再乘以我一家5口，今年还是回不了家。你已经多少年没有回国了呢？请在留言区告诉我，让我知道我不是孤单的。也祝愿那些能幸运回家的同胞们一路顺风，好好享受你们回国的每一个时刻。说了这么久还没进入主题，非常抱歉，我是有感而发。我们好不容易回国一趟，让孩子有机会沉浸在全中文的语境中，那是多么难得的机会，那是我们在海外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创造的条件啊。因此，无论孩子的中文水平如何，都可以尝试好好的利用这一次回国的机会，让孩子的中文更上一层楼。今天我们就分2种情况来讨论。第一种情况就是孩子的中文很好，第2种情况就是孩子的中文很差。至于孩子的中文好还是差，当然是你说了算了。如果孩子的中文很好，就表示你平时在孩子习得中文这件事上已经下足了功夫，那这一次回国也只是锦上添花，让孩子沉浸在中文里就可以了。我主要想提出的是，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。我们不仅要孩子习得语言，还要让孩子更多的接触中华文化。一提到文化这个词，你可能会想到古老的建筑、珍贵的文物、历史、风俗等等，这些当然都算。但是文化也包括现在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，正在流行的东西，国人的价值取向以及思维方式等等。因此，在给孩子展示中华文化这方面，可以主动的带孩子多见识，多解释几句。例如说，去看看古老的中华建筑，去寺庙看看人们是怎么烧香拜佛，跟孩子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等等。尝一尝在海外吃不到的中华美食。如果这些都不在你的行程安排上，你也可以顺着眼前看到的东西，主动的跟孩子解释一下背后的文化因素。为什么叔叔会不断的给他的朋友添茶？他的朋友用手指来敲桌子是什么意思？起码这个在广东我们是经常会做的。去舅妈家为什么要买水果？那么多 uncle， 为什么有的要叫姨父，有的要叫伯伯，有的又叫叔叔？麻将是怎么打的？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打麻将？可能只是我家喜欢打麻将而已。单单是这些文化差异就够孩子大开眼界了，还会大大的增加他的中文词汇量。还有，难得回家，也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爸爸妈妈成长的地方，例如小时候上的学校，在学校发生有趣的事情。跟孩子讨论一下中国的学校跟美国的学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，反正在国内看到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东西，都可以拿出来跟孩子讨论一下。我上次回国的时候，专程买了我小时候最爱的冰糖葫芦，给我孩子尝一尝，他现在还念念不忘。我们会在 YouTube 上看李子柒，他最喜欢的就是李子柒做糖画的那一集。他说下一次回国，他要一个孙悟空的糖画，但是他又怕自己舍不得咬下去，现在就已经开始纠结了。如果孩子的中文不好，那这次回国的旅程就是妥妥的中文集训营，说不定这就是孩子从此以后愿意说中文的一个转机。
孩子的中文不好也有很多不好的等级。今天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就粗暴地分为听得懂但不会说和完全听不懂。孩子会听中文，但是不会说或者说得不流畅，这种孩子是回国旅程中的最大受益者，因为他已经有一定的中文基础，有这种完全沉浸在中文语境里的机会，就好像在给火箭加了一个助推器。我们做父母很容易担心，孩子中文不是很好，如果他听不懂怎么办？如果他不知道怎么用中文提要求怎么办？于是在旅程中，一会儿给孩子当翻译，一会儿帮孩子回答问题，我都能理解，但是孩子的适应能力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强很多。他适应不了，很多时候是我觉得他适应不了，试图帮他安排好一切。因此，我们要把孩子推向全中文的环境，首先要自己做好心理准备，相信孩子的适应能力，然后往后退一步，允许孩子一点时间和空间去面对这个只有中文的新世界。具体操作方法是怎么样的呢？例如，来家里玩的叔叔问孩子，你家平时都吃什么呀？你别急着插话，耐心地看着孩子，给他一点时间反应。如果孩子回答得上来，那就让他和叔叔之间的对话自然地进行下去。如果孩子回答不出来，你也不用急着直接帮孩子回答，而是给孩子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提示。例如，我可以说，告诉叔叔你平时在家喜欢吃的蔬菜是什么呀？去某某餐厅的时候，你最喜欢点的是哪道菜呀？把问题的范围缩小一点，最好缩在你知道他能用中文回答的范围里，让他再试一次。如果他还是没办法回答，那你就暂时帮他回答，把这个话题翻篇，下一次再试试看。无论孩子是出于什么原因，没办法顺利的跟国内的家人和朋友用中文进行对话，我们都尽量避免因为不好意思而解释，说一些你这孩子怎么这样？回答个问题有那么难吗？之类给孩子压力的话，又或者直接给孩子贴上这个孩子就是怕生，就是害羞，就是中文不好，就是没有礼貌等等的标签。一次不行，我们就多试几次。特别像对于我家那种高度敏感的孩子来说，只有在理解、宽容和鼓励下，他才能慢慢的走出舒适圈。试多几次，他就习惯了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说Masugi， 这也太累了吧？是的，在海外培养孩子中文就是一件很累的事情，没有捷径。正所谓平时不努力，回国徒伤悲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觉得当中间人真的太累了，那就找机会走开，让孩子跟国内不会说英文的家人和朋友相处一下。最好是跟同龄的孩子在一起玩。跟叔叔聊天确实很有压迫感，但是跟表哥玩奥特曼可一点压迫感都没有，用不了半天，他也会相信光的力量。最后一种是完全听不懂中文的孩子，你平时跟他交流都得用英文。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就不要抱太大的期望了，孩子能学多少就是多少。孩子的中文基础不在那儿，回国就那么短短的旅程，没有地基的房子再怎么盖都不可能很高。因此，没有期望，我们就不会太失望。如果孩子语言能力强的话，最后还可能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我们能做些什么呢？在培养孩子中文这件事上，我们突然多了中文语言环境的优势，而且还多了很多帮手。我们可以把孩子扔给他们，然后赶紧跑，或者教孩子进行一些简单的中文对话。孩子要喝水，教他如何用中文问奶奶要水喝。也可以让他跟同龄的孩子一起玩。如果条件允许的话，可以考虑给孩子报名参加夏令营或者兴趣班，通过全中文的环境来激发孩子学习语言的潜能。我听说很多孩子暑假回国以后就已经学会主动的用中文来交流，这是我们最想看到的结果。我们带孩子回国，该做的都做了，孩子的中文进步很大，我们心满意足的离开了。这就完了吗？
当然还没。回到家以后，好好利用孩子来之不易的中文热情和动力，继续鼓励孩子多使用中文。Miss Yuki 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在海外培养孩子中文的路长着呢。你回国还发现哪些帮助孩子的中文更上一层楼的好方法？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。点赞订阅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